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最新一期的远征女武将福寿。福寿的怒攻会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并使己方除自身以外，攻击最高的武将下次怒攻后恢复消耗的怒气值。福寿的怒攻效果非常好用，使攻击最高武将怒攻后恢复怒气值，就意味着你的主输出将可以获得连续怒攻的能力。这个能力不管是放在抗队、灭队还是刷分活动上都会非常好用。怒攻的第二个效果会使福寿怒攻命中的目标获得安魂效果。安魂最多可以叠加2层，每层安魂会使目标受到的治疗效果固定降低最大生命值的 5%， 但最大不会超过福寿自身攻击力的 100%。简单来说，安魂就是治疗版的格挡率，你所获得的所有治疗最终都会再被减去最大生命 5% 的治疗量，如果叠了2层，就会被减去 10% 的治疗量。技能本身的效果很好，不过可惜的是，福寿的怒攻只能攻击单体，所以能限制治疗的对象也会非常有限，基本上只有占福寿对位的前排5将会受到安魂的限疗效果。3星被动，福寿会在首回合内使己方全体5将普攻回怒额外提升300点，这个技能多少可以用来抗衡一下专武诸葛果的减怒，并且在己方人一5将怒气达到上限时，使其获得可持续至回合结束的 40%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并同时降低敌方全体300点怒气，每个武将每回合最多生效2次。这是个攻防一体的技能，能提升己方全体回怒的速度，又能借着回满怒气来获得护盾，并顺便让敌方全体都减怒300点。回满怒气就能获得护盾，并降低敌方全体怒气的技能非常强势，不过想要激活却也不容易，因为一般武将在怒气满1000点后就会释放怒攻，直接把怒气给用掉了。所以只有少部分的武将，比如 SP 孙尚香、张麒英和姜维等等，可以激活这个效果。其他的武将恐怕只能借助外力，比如法正的第1回合无法释放怒攻的限制，才有机会完成。法正是突击型武将，拥有很高的初始怒气，被动有被打回怒，加上专武在首回合可以为我方全体恢复600点怒气，福寿的普攻回300点回怒，基本就可以稳定的触发满怒气，获得护盾，并降低敌方全体怒气的效果。至于其他人，恐怕还得依靠敌方 SP 孙策的降低怒气上限，才有机会达到满怒触发被动。有了护盾保护，再加上可以对敌方全体减怒，法正队在有了福寿后，在第1回合的坦度就会变得更高，那个男人也可以宣布我又回来了。5星被动，福寿会再次回合开始为己方站位最靠前，可命中的武将赋予神念福音效果。如果 SP 张辽站1号位又已经进入伏击状态，就无法吃到这个效果，这时效果应该会给到站2号位的武将。福音是神念的一种，白泽的神念是一条毛，福寿的神念则是一个音符。福音会拥有武将 75% 的血量，并且最多可以为武将承担 25% 伤害。拥有福音的武将无法吸血，也不会受到反弹伤害，并且还会将每点吸血率和反弹伤害减免都转化为 0.3% 的暴击伤害和 0.2% 最终暴击率。反弹伤害一向都高于吸血率，所以既能用吸血率来换不会遭受反伤，这绝对是划算的。接下来再把已经不会用到的吸血率和反伤减免都转换为暴击伤害和最终暴击率，这个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这对于比较害怕反弹又很需要爆伤的灭队来说更是非常好用。吸血率在这个版本也可以开始准备点起来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需要等到第2回合才能发动，这对突击型灭队就比较不友好，尤其是只有1回合爆发能力的切后队，更是无法享受到福寿带来的加成。但对于持续输出能力更强的攻击型灭队，比如 SP 吕布和 SP 张辽来说，福寿的怒攻和5星被动都会对队伍有着不小的提升。而鼠突大概是唯一比较有持续输出能力，也勉强能让福寿入队的突击型灭队了。
异火被动会使拥有神念符音的友方武将在攻击时，也会对命中的目标施加1层安魂。安魂的治疗降低效果不会超过持有神念符音武将攻击力的100%，一样最多只能叠2层。虽然异火被动要持至第2回合才能生效，但它能添加安魂的手段不仅限于怒攻，还包括了普攻、追击和反击等等，全都可以生效。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可以由你来决定让谁去触发这个效果，这样的灵活性就变得大了许多。如果选择让 SP 吕布来触发这个技能，只要2-3下就可以让对面全体武将都挂上2层的安魂减疗了。由 SP 吕布来使用的效果，可比只能单体怒攻的符兽要好太多了。3火的效果也和符音有关，符兽在第2回合为站位最靠前的武将施加符音时，也会为其恢复500点怒气，并赋予可持续1回合的苏生。苏生可以免疫怒气降低效果，并且被击退后还会恢复80%生命和1000点怒气，但全场只能触发1次。符兽的3火技能可说是在当前版本里非常重要的技能。在如今这个控怒重新成为主流的版本里，免疫怒气降低效果和能直接获得怒气的能力都是非常好用的，而能使武将复活1次的能力，更是可以大大的增加队伍的容错率。5火被动只是提升了安魂的能力，使安魂的减疗效果提升至固定降低最大生命值的7%，不超过持有神念符音的武将或符兽自身攻击力的150%。符兽的所有机制在3火就已经完整，5火只是加强了安魂限制治疗的能力。有能力拉满的当然最好，资源不够的玩家也可以只抽到3火，然后再靠商店来慢慢补到5火就好。接着我们来看符兽的羁绊效果。符兽的羁绊会比较尴尬，因为它需要和无法上场的阴姬绑定才能生效。羁绊会提升2人的免伤15%，并在单数回合内使己方武将释放怒攻前，最终减伤提升30%。同时会在阴姬召唤蓝魔或回合结束时，使敌方随机男性武将获得持续2回合的魅惑。羁绊的第2个效果会在双数回合内，当拥有符音的武将首次击退敌方后，对敌方全体武将造成最大生命值30%的真实伤害。整个羁绊的能力就是在首回合提升坦度，并在回合结束时随机魅惑对方，并且在第2回合给予符音武将在击退敌将后触发一个全体真伤的能力。羁绊给的能力比较一般，所以符兽也没有必要为了激活这个羁绊而让实战能力非常一般的阴姬强制出场。新区玩家更是没有必要为了激活羁绊而特地去抽阴姬。阴姬和符兽的组合恐怕也只能在 SP 貂蝉上线前暂时在法侣队里凑合使用着，之后应该就没它什么事了。最后来说说符兽的抽取建议。符兽有着很强的支援单核能力，能使我方主输出在防守和输出端上都更上一层楼。这个单核加强的能力，让符兽无论是在 PVP 还是刷分活动上都很好用，可说是近期必抽的版本之女。在 PVP 上，女团玩家和 SP 吕布玩家都是必抽符兽的。SP 郭嘉后宫队会以控制为主，所以很大概率不会上符兽。至于鼠突和火烧队，在 SP 貂蝉出来前，也是可以拉符兽进队来玩玩的，但实际能有多少加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只是短期使用，所以也不必因为这个原因而特意去抽取。如果真的要抽，也是为了刷分用。符兽会在刷分活动中活跃好一阵子，所以注重刷分的玩家也一定要将符兽抽起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